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医学影像部的郑凯文医师。其实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啊，如果我们用超音波去检查的话，甚至很容易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被发现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但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都没有任何症状。那其实根据很多资料告诉我们，甲状腺的好发率越来越高，其实有一部分很大原因是因为现在医疗很进步，所以很多人常常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查，结果意外发现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啦，所以也没有什么地域性的问题。其实，在现在全世界而言，不管是良性跟恶性，都是一个非常好发的一个情况。目前比较主流应该是 RFA 跟 Microwave 啦。你刚才讲的雷射，台湾没有，海服其实是很少的情况啦。所以目前台湾主流应该是主要两个，一个是所谓的 RFA 射频，然后另外一个是所谓 Microwave， 就是所谓的那个微波消融啦。这两个目前台湾都有了。那另外那两个我觉得是真的比较少了。那雷射是我讲完全没有，海服只有很少医院有在用啊。所以如果你讲要消融的话，大概就是这两个为主了。那这两个要做，一定都是在超音波导引之下，我们拿一个针插进去我们甲状腺里面。所以这取决于第一个，我们的医生熟不熟悉超音波导引的各式各样的介入性的处置或者是治疗。第二个，就算你熟悉，但是因为这两个术式都要不断的在超音波下面去移动你的针，所以医生要去克服一件事情：当你这个针在你的这个病灶里面不断移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随时看到你的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相较于穿刺，简单来讲，你就把针插进去而已，你只要那一个点，或者是你确定你的针在组织里面就好了。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烧灼消融的情况之下，你要产生热量，所以当你的针确定在你的病灶里面，可是当你产生热量的时候，在超音波下面它就会变白，会产生那个高回音的 air bubble 出现。这个时候你如何让自己知道你的针在哪里，然后而且你要移到去不同的地方，那个其实都要透过大量的学习啦。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模拟器的话，你可以先习惯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也可以不断的透过临床经验的累积。可是你透过不断临床经验的累积，当然病人会辛苦，我们医生自己也会辛苦啊。所以有这样的模拟器，可以让自己去减少那种所谓学习曲线 learning curve 的一个情况。原则上来讲，人家都会讲说 microwave 比较 powerful， 因为微波嘛，它是一个比较 powerful 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医生会觉得，如果用 microwave 的话是比较危险一点。那 RFA 的话，因为它相对比较，它两个原理不太一样，所以我还是讲说，取决每个医生对不同的器械它的熟悉程度。因为有些医生他可能 RFA 用得很好，他就不一定想要用 microwave， 而有些医生就觉得 microwave 可能比较好用，他也不一定想要用 RFA。所以我个人没有特别偏好说一定要用哪一个。我自己的做法是，当今天如果病灶比较大一点，我会考虑用 microwave，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 powerful 的一个器械，所以当今天结节比较大的时候，我会选择用这个。但其实你一样 RFA 也可以用，因为 RFA 就是用比较粗的针，你去慢慢帮病人处理就好了。所以这个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前提就是我们不管用哪个器械，我们就是安全的帮病人治疗。原则上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那时候去会用一个，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就用一个牛肝，让你在那边擦擦看。但是你牛肝擦会有一个问题，因为牛肝它的 tissue 就是 homogeneous 嘛，所以你没有一个 lesion 的概念。那后来他们有发展，就在猪肉里面埋鸡心，所以你看猪肉里面埋鸡心，鸡心是不是一个我们讲说 thyroid nodule 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在猪肉里面埋鸡心，你是不是有一个 target？ 你的针可以插进那个 target 里面。可是你看猪肝或者牛肝，是不是长的都是肝？你插进去哪里？你没有插进去 lesion 的感觉。因为我们要训练自己，第一个你要看到那个鸡心，第二个你要看到你的针插进去那个鸡心，第三个你在泡 on 的情况之下，你往回拉，然后你要去另外一个 plane 的时候，你都要看得到。可是你如果用一个猪肝，牛肝随便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肝，你只盲目的在里面搓啊搓，你没有办法去有意识的练习。当今天一个 nodule 的结节不是一个3D 的构造吗？你要去练习，你在这个 plane 处理完之后，你要练习去转到上面或者是下面，那个才是我觉得 RFA 其中一个要学习的 learning curve 啦。
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第一个，你们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它就是第一个埋在它就是完全设计像甲状腺一样有气管，有甲状腺，有结节。最大好处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让医生练习转去不同的平面，转去不同平面其实是在 RFA 整个操作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技术上要突破的点。我们一根针这样进来，往后拉，甚至去上一个平面，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要转到我们一个 nodule 是一个我们讲说一个3T 构造，我们可以分成上中下。你要把中间这一面处理掉，我觉得对大部分医生都没有问题。可是当你要把针从中间转去上面跟转去下面，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目前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第一个它就是一个仿真像甲状腺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可以让医生练习如何在甲状腺里面转到上面或者是转到下面，这件事情很难。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超音波一定要很熟啦，然后穿刺也要很熟，但是你要记得，你超音波很熟，你穿刺很熟，不代表你能够做 RFA 啦。穿刺跟 RFA 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因为我一开始有讲穿刺很简单，你只要那个针在甲状腺里面就好，我根本不 care。但是 RFA 是随时都要看得到你的针，而且你 RFA 不是随时要看得到针，你还有能力把针转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很多穿刺你就一定会做 RFA， 没有，那个还是要能力的。第二个，因为你做的时间有点长，我们都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去做。当然，有些人会讲全身麻醉，我个人没有意见。可是我觉得 RFA 做到全身麻醉是有一点杀鸡用牛刀了。所以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之下，你如何让病人能够很舒适的在局部麻醉之下，尽量能够配合我们把这种东西做完，那个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啦。所以第一个，超音波一定要会，穿刺一定要很熟。第三个，你还是要透过不断大量的临床经验的累积。那当然，如果像目前这样的一个仿真的一个方式，可以减少自己 learning curve， 我觉得是一个减少自己 learning curve 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可能做前面10个，甚至前面20个的时候，你在转针会很痛苦。但透过这样有一个仿真的一个 Phantom 去练习，会大量减少这个时间。